今天教大家两步画个古风头像，先随便画个线稿，然后笔误上各色。像风吹过8千里。搞错了，其实真实的新手绘画过程是这样的。大家平时看到线稿特别干净利落的，那都是大佬。如果线条画的跟我一样乱的，也不要放弃，画下去也许就有奇迹。把线稿稍稍整理一下，好像也能勉强看得过去。现在让我们进入到新手比较害怕的上色环节。突然发现手的线稿没画完，换个姿势继续画一下。其实手的大小这里是有问题的，当然此刻的我并没有发现。继续铺底色，铺完之后呢，来画一些细节。我比较喜欢从脸部开始画，这样子感觉整个人物就会有灵魂。跟化妆的步骤差不多，主要就是眼影、美瞳加口红。那眉毛也不能画大粗眉，还是需要细一点，这样看着更古典。建一个图层，把图层模式改为正边叠底，然后开始勾勒一个线稿。这样子做的好处呢，是线稿的颜色会比较自然一些。然后我就开始画头发了，因为想做那种雾蒙蒙蓬松的感觉，所以我现在拿涂抹的笔刷给它一顿乱刷，最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然后给头发区分一下明暗，加一点点细节，加一点环境光，丰富一下颜色。然后开始给皮肤加阴影。其实在画这里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发现脑袋歪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这个人物的姿势有一些问题呢？但是我当时没有发现，于是开始深入的画细节，非常沉迷的在画脸部。我真的特别喜欢给人物画眼影。之前有小伙伴问我这种纸质的纹理怎么做，其实就是在所有图层的最上方放一个纸质的图层，不管是宣纸还是水彩纸，然后把它改成正片叠底或者颜色加深这种图层模式，就可以出来这种效果了。画到这里，我终于想起来这个手还没有画完，于是开始疯狂的补救。上完色再去调整形体其实比较麻烦，因为很多细节都要重新再去补。手画大一点之后，比例总算看着没有那么奇怪了。接着继续新建一个图层，把图层模式改为正片叠底，然后把衣服的阴影细节全部补充上，然后给这个披帛找一个纹理贴上，把里面黄色的那一层衣服也找了一个纹理贴上，看上去会有质感一些。这种方法非常适合画一些复杂的衣服纹理，因为可以偷懒。饰品部分呢，找了一些参考，因为是新手，平时的积累不多，所以只能多找一些参考。等以后画多了呢，我也想尝试一下自己原创一些装饰或者服饰。为了增加发饰金属的质感呢，我又在上面贴了一层金箔，同样是新建一个图层，然后正片叠底，再给它加了一些高光和阴影，这样看上去就有一点点复古的那种金属质感。大家也可以试试看。接着我又给它加了一些小珠珠，看上去没有那么单调。底下这几个小饰品也是同样的，稍微勾勒一下形状，贴上金箔的材质，然后加一些明暗。接着我就开始折腾背景的部分了，大概简单的画一下这个芭蕉叶的形状，因为想做一个朦胧的远景，所以画的就不用特别仔细，然后就咔咔的往上一顿贴材质。贴完材质以后呢，就有一种在古画上的感觉了。然后盖一个自己的小戳戳，到这里我就感觉已经画完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发现这个人的脸好像有一丢丢不对劲。把这个画轴对称以后，这个造型惨不忍睹。于是我现在开始补救它，幸好我之前分了图层，需要改的地方没有那么的多，至少不需要重新画。把形态调整过来以后呢，就开始努力的挽救这些头发、脖子、饰品的细节，给大家看一下前后的效果有多明显。终于画完啦，对比一下之前的草稿，看来不放弃真的可以出奇迹。每次画完一幅画，真的都觉得有一丢丢的进步。希望这个视频也可以鼓励到大家，不要被学画画的困难打倒。这里是裸辞学画画的西西，期待一下我下次的进步吧。